你知道吗？某些超加工酸奶里面的物质堪比健康大杀器，如果长期食用的话，轻则痴呆中风，重则癌症致死。情况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后还能不能喝酸奶了？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记出巴西圣保罗大学研究的食物分类法了。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食物一共分为5类。首先呢，就是原始食物，比如水果、蔬菜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就属于原始食物，它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纯天然无污染。其次呢，就是烹饪食物，像那些煮好的饭菜、做好的羹汤等，就是属于烹饪食物，虽然它们加了调味料，但营养不减。第三就是加工食物，比如像饼干、面包、蛋糕、豆腐、奶酪等，这些经过粗加工的食材就属于加工食品。这些食品虽然有加工的痕迹，但从营养层面来讲，跟烹饪食物差不了太多。至于排第4的过度加工食物，就需要酌情考虑了，比如饮料、巧克力、糖果、冰淇淋等，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些许添加剂，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排第5的超加工食物，那就更令人焦虑了。这类食品中添加的配料往往在5种以上，比如防腐剂、保鲜剂、色素等，而常见的食品就有辣条、薯片等。如果长期食用这类食品，那就无异于在健康上挖坑了。像开头提到的超加工酸奶就属于这第5梯队。跟普通酸奶比起来，超加工酸奶里面含有大量的乳化剂、增稠剂等，再加上它的加工程序比较多，所以长期摄入的话，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危害。那这类超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首先过量摄入超加工食物会增加死亡率。法国曾做过一项社会性实验，研究人员将4.4万名法国男女当作观察对象，期间呢，研究人员会偶尔询问他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以及超加工食物的摄入量等，与此同时还会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并撰写他们的健康记录。2012年，法国为了研究超加工食物对人体的危害，特意选了4.4万名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而7年后公布研究结果的时候，众人都惊呆了。他们发现超加工食物的摄入量每增加10%，过早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14%，其中大部分死者都死于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癌症等。这个摄入量增加10%是个什么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每天比平常人多吃一个甜甜圈，或者多喝一罐可乐，多吃20颗糖果等。由于这类人的身体长期处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状态，再加上超加工食物中含有大量添加剂，因此患癌的风险也就无形中被提升了。当然了，除了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以外，长期摄入超加工食物还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比如会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有研究表明，肠炎、肠道菌落失衡也是导致抑郁症的一大因素。而超加工食物中的添加剂、糖精，包括酸奶中的酪蛋白等，如果长期摄入这些物质的话，就很可能会引发肠道炎症，进而增加抑郁症的风险。可见，只要你迷恋上了超加工食物，那么死神也就与你如影随形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既然超加工食物这么恐怖，为啥它还会存在于市场上呢？答案很简单嘛，主要是这类食品方便快捷，开袋即食，能极大程度的节省食客用餐时间。此外，这类食品的保存时间很长，不会轻易腐烂，这样无疑就降低了商家的储存成本，能同时讨得食客和商家的欢心，超加工食物自然也就无处不在了。这时候又有人会问了，超加工食物明明这么毒，为什么会越吃越想吃呢？首先，超加工食物的口感就远胜原始食物，像那些原始食物大部分都很粗粝，口感不佳，而超加工食物为了迎合食客口味，往往会做得更加温软绵腻，在这种情况下，食客也就对其趋之若鹜了。致癌致愈还会导致多种慢性病的超加工食物，为何很多人即知道它的危害也管不住嘴呢？那还真不能全怪人馋，这跟人体的一种激素有关。人体的肠道内含有一种名为酪酪肽的激素，它不仅能抵御真菌感染，更能抑制人的食欲。每当你吃一顿原始食物或烹饪食物的时候，肠道就会分泌酪酪肽，这时候你就感觉饱了。由于这种激素可以控制人体的摄食量，并间接控制体重，因此它也被称之为瘦素。你食用超加工食物时，食物里的添加剂会中和酪酪肽激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体就不会感到饥饿。
但加工食物也不全是不健康的，有一些加工食物它的营养成分甚至远超原始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全麦面包经过特殊的蒸煮，保留了原有的纤维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在这种情况下，全麦面包就能给人体提供最大的营养供应。相反，那些普通面包的糖分就太高了，而且里面的粗粮也被剔除，如此一来，它们的营养成分也就大打折扣了。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小伙伴会问了，在汗如烟海的食品界中，怎样才能准确识别超加工食物呢？如果能及时识别出来，接下来就能避坑了。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依旧拿酸奶来举例。识别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直接看配料表。像配料表中的生牛乳、益生菌等就属于正常成分，如果里面含有明胶、乳脂奶油、果葡萄浆等添加剂，那就是属于加工食物了。假如你还发现了一连串不认识的化学字眼，比如碳酸氢钠、红曲色素、花青素等，那毫无疑问就是超加工食物了。如果你觉得自身身体消化能力不行的，最好就拒而远之，不然的话就是给消化系统徒增负担。总之，在选食材的时候，只要稍微擦亮眼睛，就能避掉一些坑坑洼洼。但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那再怎么谨慎也无济于事了。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